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2FA MFA 多重认证。所谓多重认证，就是在登录时，除了使用用户名和关联的密码之外，还启用其他一种或多种方式来确认。额外的方式通常具有以下一些特征：只有用户知道，只有用户拥有，或者只有用户知道或拥有的东西才能接收到、推导出或确认。一般它们不是固定不变的。我们知道用户名在很多情况下是公开的，或者很容易被猜到，比如你使用密码、昵称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组合来作为用户名。然后在服务器端的数据泄露呢，是永恒的问题，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。我们个人信息和密码的泄露呢，也让人防不胜防，比如密码机本子丢了，存 LastPass 被人黑了，密码太简单被人猜出来，或者暴力破解，或者密码被人套出等等。再有 2FA MFA 的情况下，一旦你的用户名和密码被泄露，黑客在入侵时，他会被要求提供一种额外的或多种额外的信息。通常这些额外的信息他们是无法实时提供的。那么有哪些好的方式呢？首先，一次性口令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。一次性口令呢，通常需要一个硬件设备或者应用来产生。口令被产生后呢，必须在1分钟内提交，否则就会失败。一次性口令的硬件设备使用起来更方便和安全，但是有额外费用，设置和携带不方便。因使用电池呢需要定期更换。一次性口令呢也可以通过预设的电子邮件、短信、电话语音发送，这种方式通常需要更长口令有效期，风险窗口就大。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生物识别技术，利用人体特征，比如虹膜、指纹、掌纹的唯一性来识别。很多安检严格的单位，比如数据中心会用到。它们可以单独或配合用户其他认证方式来使用。通常它们精确程度呢比较低，容易受到干扰，使得使用的体验受到影响，而且它们还比较容易被复制或模拟。另外，它们需要额外的设备，费用比较高。还有一种专门的硬件 MFA 设备，这种设备有别于产生一次性口令的设备，通常它们使用非常方便，不需要输入任何数字，只需要连入或连上设备即可。有的和指纹识别等生物技术相结合，在使用前需要确认一下指纹特征即可。硬件 MFA 和服务端的交互内容是动态的，类似于一次性口令。通常它们有额外费用，设置和携带呢不是很方便。使用电池的设备呢需要定期更换，还可能需要安装额外的程序来使用。另外，它们没有一次性口令流行。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第三方应用确认，很多大型多服务提供商，比如谷歌、微软都支持，使用比较简单直观，一般不需要再次输入一次性口令。通常是手机应用，手机还可以提供一层额外的保护，比如访问应用时必须先使用指纹来确认。一般没有额外费用，但需要安装并能正常使用第三方应用。那么哪些是不好的多重认证方式呢？第一个就是使用第二个密码，因为和第一个密码保存在同一个后端会一同泄露。第二个就是使用安全问题或其他私密信息，这个和第二个密码的情况类似，一同泄露，而且泄露更多的私密信息。第三就是使用比较困难，比如需要额外记忆、不便于携带、额外的使用限制等等。有了 2FA MFA 呢，我们还要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。第一个习惯就是要习惯使用 2FA MFA，一旦系统提供就尽快激活，不要犯懒病。第二是确保在任何时候有其他的补救方法，因为密码失败或者 FA 失败以后，你还是需要访问系统的，所以必须要有其他的方式来恢复它。第三就是它必须要便携，总是在你手边，随时可以用到。还有就是尽量要使用同一种 MFA 设备和程序，并且妥善保护。密码太多你记不住，MFA 的设备程序太多也一样。MFA 设备和程序自身也需要保护。另外，不要觉得有了 2FA、MFA 就万事大吉，它们也有被破解的可能，而且已经发生。要随时保持安全意识，防范任何可能的安全泄露问题，比如对社会工程学攻击保持警惕，登录后习惯性检查上次登录记录，检查任何可疑的登录警告等等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激活谷歌的 2FA MFA。首先，登录到谷歌账号，点击这个按钮，弹出以后点 Account，在 Account 页面点 Security，然后在 Security 页面看到 Two-Step Verification，点这个箭头，
你点了这个箭头以后，你会看到上半部分是就是 two-step verification，然后已经有 Google Prompt Default，然后有那个 Voice or Text Message 这两个，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谷歌第三方应用认证，那么你要指定一个你已经使用的硬件设备，通常 YouTube 很多人都安装了，那么会被选中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输入手机号码，通过短信息来接收一次性代码并输入。除了这两种方式以外呢，你还可以选择这几种方式。第一个 backup code，它是一个容错机制。当你的 MFA 失效时，你可以通过以前保存的 backup code 来重新获取账号的访问权限。Authenticated App 就是通过这个谷歌的 Authenticator App 来产生一次性的代码，然后输入。那么它的好处就是你的手机不联网的时候也可以使用。还有一个就是 Security Key，它就是所谓的硬件 MFA，通常它是通过 Bluetooth 或者是 USB 连到设备上来使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激活微软账号的 MFA。首先也是登录账号，然后点击你的账号 icon，然后再点击 My Microsoft Account。进入 Account 页面以后呢，在上面的横排的菜单里选 Security，然后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已经如果你有配置的话，已经配置了哪些。然后这个地方Add a new way to sign in or verify 这一步，这个时候你点一下以后呢，你就会弹出这个页面。这个页面里面就是有几种方式，使用一个就是手机程序来确认，就是我们讲的第三方程序确认，它是用 Microsoft Authenticator，通过邮件发送一个代码，或者是使用你当前登录的 PC，或者是你使用 PC 的时候可以用那个你的脸，或者是你的指纹，或者是一个 PIN 代码。然后呢，也可以使用一个 Security Key，就是硬件的，通常也是 USB、Bluetooth 或 NFC，然后还可以发送一个就是一次性代码到你的手机上面去，然后激活以后在这边会显示出来。多重认证方式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。